是因为高压制度，所以你们才会有这么多藏污纳垢。一个能让国家发展，让人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的，如果这个制度现在运行得很好，我们就应该去捍卫。而如果一个制度它不能让国家，也不能让人民的日子一天一天变好，甚至是一天一天变差，那就应该要改变这个制度，甚至推翻它，才能捍卫我们美好的生活。台湾充分证明中华文化不适合搞民主，看你们的民主搞成个什么屌样。印度证明了10多亿的人口不适合稀释民主，你们2个邻居就是老天爷从天上拍下来告诉我们，民主搞烂了以后能搞多长。以前哪需要烦恼电会不会停，但现在有电当用则需用，有冷气当吹则需吹，莫待无电无冷气空流汗难受啊！台湾现在面临着窘迫的感觉是未来不知在哪里，个人受限于大环境受到很大压迫，具体落实到生活当中，你的生活吃穿用度各种方面明显的在缓步的下滑，已经需要这个样子吗？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这是上海的第一家肯德基开业的时候的样子，1989年，我1岁的时候，当年穷的时候的样子。有些同学会觉得啊，就是我说的穷还不够穷，因为我毕竟是上海人，即便是在穷的时候，相对来说也算条件比较好。那么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讲，即便条件比较好的地方，可能也就那样。有些东西你可能知道，你比方说大陆以前他买东西是要凭票的，反正买啥都要票，电视机、自行车都要票。大陆有些东西它不光是凭票的问题，它有配额，你光有票你都买不到。比方说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在今天你可能都无法想象，大米在那个时代，大陆人每一家他按你人口是给你配额的，你买大米你光要有这个粮票，你还要消耗你的配额，成人一个月多少斤，未成年人减半，而且他这个配额其实是很低的，低到什么程度？即使开始我们家这个大米就我一个人吃还不够，全家的配额我一个人吃，一个含金汤匙出生，就小孩子不懂，那总觉得为什么又没有大米吃了？为什么不能天天吃大米啊，或者顿顿吃大米呢？反正父母也不说，长大了以后自己才知道哦，那个时候大米都是有配额的。我还是在上海哦，上海应该是物资最充分的，对，相对来说上海是物资最充分的地方啦。对吧？保障啊，各方面条件来说都算最好的了。那平常吃不饱怎么办？是另一种杂交水稻，就是它产量很大。但是它口感不好，很难吃，而且它吃完了你很快又会饿。就即便在上海，你一个普通人大米都不能顿顿吃。我们家买了第一个电视机，我爸从市区里面去买，也是凭票的，然后坐公交车电视机背回来，我跟我妈去车站接他，然后一家人高高兴兴把一个电视机捧回家去。一个肯德基可能吃掉你1个星期甚至半个月的工资，家长怎么舍得吃？全是小孩子吃。读小学的那个时代，你要是有背一个肯德基的书包去上学，我靠，你屌炸了！我跟你讲，93年开始有了地铁，94年开始东方明珠，反正生活啊各方面啊明显就一点一点好起来。2000年出头一点的时候，上海到了夏天还要限电。我记得2000几年的时候，基本上到了夏天，就是很多企业要安排你停工，把电让出来，优先保障居民用电。居民用电也越来越大了，很多家庭它开始电网也好，发电量也好，一时还没有跟得上。即便是在上海，那你第一台电脑是什么品牌的？康博组装机啊，买不起品牌机。那时候还有康博电脑。大陆我买的当时好像应该是没有，当时大陆应该只有宏基是有的。总之，从我小时候大米都吃不饱到现在40年，有多少变化？其实我相信都不用我说很多。我看到有些很多人说啊，这个要反共啊什么的，我为什么要反共呢？反了共，然后回到大米都吃不饱的时代吗？台湾有一批人一直在幻想，就反民进党的人，他们是借反共之名反民进党之人。但是台湾真的有一群信仰就是中国需要民主的人。我所谓的民主不是说任何意义的民主，而是指西方那一套 democracy， 西方那一套代议士啊，就我们台湾用的这一套制度，他们会觉得你们就是需要，如果你们有，你们觉得生活很美好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西式民主吗？我们有2个邻居，一个叫印度，它证明了10多亿的人口不适合西式民主，对吧？你看印度那个民主搞成什么屌样。第2个就是你们台湾，你们充分证明了中华文化不适合搞民主，你看你们的民主搞成个什么屌样。所以你们2个邻居就是老天爷从天上拍下来告诉我们，民主搞烂了以后能搞多差的，所以我们不搞。67年次嘛，你那个时候你们是从一个很低很低的基期冒冲到现在这个样子，一举超越了台湾状况。台湾其实在67年次大概出生的那个左右，基本上已经不算台湾最穷困的时候，台湾已经渐渐有步入一个比较舒服的时候。
候，到中间一度台湾是很领先，90年到2000年初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可以延伸到差不多2010年，看音乐的华流台湾音乐最强的时代就从1980一直到差不多2010，有钱就有娱乐。我一直讲人生的终极就是娱乐，这很多就是尤其大陆移民出去的最喜欢诟病你们就是没有民主，所以你们才有贪腐，就是因为高压制度，所以你们才会有这么多藏污纳垢。你怎么看？台湾的贪腐现在是连演都不演了。大陆贪腐，你有本事你一直爆出来，只要爆出来，他就肯定会抓。台湾可以做到爆出来了，也可能不抓。西方式的 democracy is amazing， 制度这种东西没有好坏之分，只有合适不合适。一个能让国家发展，让人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的，就是一个好的制度。至少在当下，它是一个好的制度。将来可能它不适合了，那是将来的事情。如果这个制度现在运行得很好，我们就应该去捍卫这个制度，因为这就是捍卫我们美好的生活。而如果一个制度它不能让国家，也不能让人民的日子一天一天变好，甚至是一天一天变差，那就应该要改变这个制度，甚至推翻它，只有那样才能捍卫我们美好的生活。因为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作为一个上海人，你是没有资格说穷的。重庆这个城市那个时候是真的很穷，上海的肯德基是1980几年就有了，重庆的这个肯德基是差不多要到了1996还是1997年，包括那个时候我们买衣服也是，就是买什么新衣服什么的，一定要过年的时候才会去买。97年、98年、97年那个时候是中国那个时候的电脑啊，还有包括像中国的网络就开始慢慢的普及，电话线插在那个屁股后面，滴滴滴滴滴滴滴，这个网络是按照那个话费来算的，其实是很贵的，大概是2002年以后我们家才有网络。以前那时候大陆像98年、99年那个时候的电脑很贵的，便宜点的可能都要7、8千块钱。你每次去要玩什么游戏，都人家那种地方去玩游戏也不好嘛。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了台，那个时候台多少钱？花了多少钱？反正不到4000块钱。可是2000年呀，你更别说那个时候在重庆啊，你知道7、8千块钱在那个年代是什么概念？你就算拿到现在7、8千也是非常多的钱。我们家门口早上起来就有很多卖那个卤蛋的，5毛钱一颗，一碗面才1.5块啊。小的时候要吃旺旺雪饼啊这种东西，也是得过年过节才能吃得到。经历过这种穷到现在，就是很强烈的一个对比。就是以前我们觉得那个时候我吃个什么肯德基、麦当劳啊这种东西就是很高档的。老百姓对于执政党对于未来的一个想望，还有说为什么到今天耐心的常常挂在嘴边的嘛，什么全球第4波民主化转型啊，他们一直寄望的是老共会土崩瓦解嘛，但老共非但没有土崩瓦解，看起来是更 strong， 让民进党现在鸡飞狗跳，各种的打压，点名12个艺人啊，他现在所面临的状态，民进党所面临的压迫感是怎么来的？黑哥这个标题很有意思啊，为了捍卫我们的美好生活，谁不是为了捍卫美好的生活呢？谁不是为了过得快乐一点呢？你到底怎么样算过得快不快乐？那我必须很坦诚的讲，这几年我的感受是，没有钱真的很难快乐。你每天光被生活压大气喘气，小气喘气，想办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吧。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，那你政府有没有办法让整个环境更好，让整个国家看起来有希望有前途？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嘛。大家在面对现阶段的社会环境的时候，感受是什么？当然我们也可以过得像青鸟一样快乐的，反正每天这样的呼噜呼噜的咕咕咕就过去了吧。国家有没有展望是另外一回事。台湾现在就是这样。那我知道大陆现在失业率也高，很多人也觉得生活也不是很有展望。俄罗斯拍出来的外国雇佣兵啊，当中中国雇佣兵不少啊，去拼一拼嘛，拼一把，一年搞不好可以赚个50万人民币。国家有没有一个未来的期许跟展望？确实是有的。个人的小环境不佳，但至少大方向你可以看到期待嘛。那台湾现在面临着窘迫的感觉是未来不知在哪里，个人又因为受限于大环境受到很大的一个压迫感。我想这才是最大的一个状况。这具体落实到生活当中，就是很明显的，你的生活吃穿用度各种方面，它明显的在缓步的下滑，不敢说断崖式下滑，但它确实在缓步的下滑。比如说个电就好了，以前哪需要烦恼电会不会停啊？但现在我都告诉大家，有电当用则需用，有冷气当吹则需吹，莫待无电无冷气空流汗难受啊！以前需要这个样子，但全世界的经济的下行这是个必然，因为没办法，美国挑起了贸易战，自然而然它一定会打乱全球金融秩序。然后钢铝关税涨了50%，刚才讲你生活又受到压迫，那所以我说我之前体悟很深，以前我一直认为精神力可以战胜一切，但我现在非常实切，尤其我这几年做频道做公司，我很实切的体悟到，摸金假赛，谁让你赚不到钱，谁让你环境不好，那你多少你就会对他心生怨怼嘛，这很现实的问题。你知道两岸的不同的历史背景，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啊，因为大家透过交流才可以更清楚彼此到底的一些想法在哪里。